来，指托准备一下。我们不用这个带这种水晶，其实什么指托都行啊。它这种说是对胶不躺，但是水晶液水什么，它该往下躺还是躺。但是做这种指托延长要注意的时候，要注意的是这个水液的比例，粉液啊，粉液的比例，粉液一定要把控好。你千万不要多，就是一定不要太稀。就一旦稀了，它躺的那个整个指托两侧全部都是，尤其是这个甲沟里面一会儿一旦去有些这种粉啊什么的，你后期打磨很麻烦，而且容易磨到肉，所以尽量去给它做干净啊，尽量甲沟不要有粉，保持干净的状态，好吧？保持干净。来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几个小要点，来操作步骤顺序。我有可能时间够的话，会给大家做2个，好不好？不管是刚来还是后来这个学习的同学都可以看得到啊。来，步骤第1步，我用红色字给大家去写了啊。第1步干啥？应该干啥？前置还是打磨甲面？去开口袋。第1步去开口袋，开口袋打立面，把这个皮肤立面给打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第2步干啥？第2步打磨甲面，修甲型。还记得昨天咱们上过课学过的没？打磨甲面修甲型。来，咱之前学过啊，如果你用的是一个 MMA 的这个液，那么你一定打磨的纹路一定要深。也就是说，你买的水晶液上没有明确标注它是 EMA 还是 MMA 的，你就一律当成 MMA。像这种的纹路啊，打磨的纹路一定要深，也就是说对本甲的损伤就会比较大，一定得深。如果用的是这种 EMA 的啊，只要这种无反光点有轻微一些刻痕就可以，轻微的刻痕就可以，好不好？到这一步啊，来第3步就可以卡指托，卡指托了。来，咱往下去做，来勾一个手，这个这是昨天做过的那个是吧？我先给它磨一下。这是昨天咱们上手练的那个，因为涂了练习剂，护甲练习剂，然后所以它比较好抠啊，比较好抠。好啦，甲面呢到这一步开始就正常去打磨修甲型。甲型呢，因为我们要卡指托，所以说长度在2毫米以上，实在是你比如一些肉包甲那种的，非常适合去做这种水晶延长，非常适合做水晶延长。但这针对肉包甲如何去做这种那个矫正的话，我后期单独给大家拍一个视频啊，单独拍一个视频。今天直播间咱就先拿正常指甲来给大家去做，好不好？磨的时候来从一侧打着圈到另外一侧去磨，打着圈去操作，好不好？我就轻微磨一下啊，因为我还要上护甲，上练习剂，还得上练习剂。大家知道日常操作的话，打磨的痕迹是什么样的，都是我们这一期直播课里面学过的内容，都是这一期直播课学过的内容。来上指托，上指托。有不懂的随时问啊！现在是直播，有不懂的随时问。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咱这个光疗延长的这个课程，光疗延长带指托、卡指托，它有专门卡指托卡不好呀，还有问现在学员的一些结衣打货呀，等等等等的都会有啊。找好中心线带进去，看看它这个好像不太用修剪。找好中心线，对准手指，看看它是歪斜甲还是正常的指甲，应该怎么去做。找好中心点之后，没有问题了，好卡进去。它这个应该去剪一下猫耳朵啊，我没给它磨指甲。1、2、2，外面的。剪一下这个
它的指甲啊，稍微给它磨一下指甲。有问题随时问，哪里看不懂就随时说啊，哪里看不懂随时说。还得塑形棒，忘了给大家写一个东西，叫做塑形棒。得看要什么甲型，如果要方形不好砍，不好砍。你把这个清晰度换一下啊，把清晰度换一下，把这个超清换成高清就可以了。把超清换成高清，可能你的网络稍微延时一下，我这显示是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如果说是想要尖形类的呢，大家可以把前面的这个东西往里再去捏，需要用前端的小水滴来确定我们修的是什么类型的甲型，要做什么类型甲型，好吧？来，你卡不住，啥意思？卡不住？你说卡纸托呀？我以为网络卡不住，你去专门的去找那个专门卡纸托的教程去看看。就是你是哪一步卡不住？我这样，我把这个再摘下来啊，我给大家再去过一遍，因为今天这节课不是卡纸托课程，所以我就简单过一下。来，给你们详细做一做。既然反正直播间人数应该是不多啊，应该是不多。先把这个纸托给捏弯，然后两边翻下来，防止后面粘皮肤。然后拿住两边的中间偏上区域，不要拿得太靠上。食指拿好之后不要动啊，不要动，就捏固定在这儿，就食指。然后大拇指过来上这儿，你看这是横着去拿的，对不对？往外去折一下，我们往里去弯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拿好之后它是可以旋转的，但是食指肯定有点黏糊糊的感觉，很正常啊。你上下鼓动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手指过去，你如果给自己带的同学啊，这样去卡，这样去拿；给自己带的话，这么去拿，拿着去卡纸托，好不好？来看啊，拿好之后往里去弯一下，弯着去往里带。如果直带行吗？行，带进去之后，你的纸托也得大拇指看好了，大拇指需要，你往下折一下也行，你往里去挤一下也行。总之呢，需要中间给它拱起来，往下弯一下，你看它也可以折下去。那卡不住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啥？是因为你这个底下太靠下，然后怎么办？我们把卡的同时，这两个地方，看余界的地方往上抬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从侧面去看，它就能控制住跟甲面底部的贴合度了。好，卡好之后，中心线对准啥都没有问题了。大拇指不是在这儿来着吗？我们慢慢的往上挪，按到它这个 AB 点的位置，不要用指甲盖啊，你往下折一下就行，用大拇指的指肚按住这个位置，按住了不要松手，食指往下勾，你看就拿下来了，然后自然而然的再过来按到这个地方去，能看见吗？就这儿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是给自己做还是给别人做，所以说注意好这些小小的问题点，好不好？卡了好几个了啊。再卡就那啥了，咱就甭往下进行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说这个卡之前一定记得给它捏弯，如果说你上手再去捏，很有可能捏的弧度不够，或者是容易不对称。提前捏弯一下呢，它出来的弧度就是一个跟圆相关的，甭管大圆还是小圆，反正它是个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啥？指甲碎屑，清理一下。一定是弯着去带指头是最好带的。最好收拾中心线，这个小水滴前面的小水滴一定是对称，不能倾斜。一旦斜了，待会儿你上完的这个粉，它就会歪着走，就会歪着。好，然后带进去，你前端简单先捏一下，不要捏得太紧太尖啊。来，慢慢的这个地方往上顶，大拇指不是按住吗？来，往前挪一点。这个不是往前，这个地方固定住了，然后这里往上去顶，看前端本来有个缝隙的时候，你往上一顶就给它顶起来了。但如果它是上翘甲的话，就不能顶得太高，一点点的把指头底下全部捏紧，这个时候它的手指指头就卡好，就不会掉了，好吧？但是过程中呢，你的这个手千万不要乱捏。你比如说你这样去捏的，你看这种呢，你想做成梯形做是什么的，除非短，如果长的话，前端太瘦。好吧，你看前面都收到哪儿？而且整个这个水滴是往右边倾斜的，那么你待会儿卡完的这
这个水晶有可能就是往右边去扭动，最好注意这些小小的要点，两边也不要往里去使劲捏，捏的是指肚，整个这块地方一定是让它圆起来的，好不好？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跟你们说到了啊，都跟你们说到了。好了，我就正发现卡上去呢，卡指托是不是比较难？是一个大难题。所以说学水晶之前，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光疗延长的技能是必须得把握好的啊，把光疗延长的技能是得把握好的。剪毛耳朵的时候，千万切记，因为我们现在铺粉量大，跟胶不同，一定让两侧的这个毛耳朵留的位置稍微多一些。剪错位置，就这吧。看到没有？让两边的指头给多留一点点。你不用，你不要看，你往下走，对，你不要看。你说特想敲手指看看，然后我就往上顶，你就往上看，咱俩就越来越方向，待会儿我就上你眼前，上你怀里去做，是不是很神奇？你没做过这个是吧？在最终指尖没有确定之前，后面的那个小尖尖，就是这两个小翅膀，不要给它扣上啊！扣上了，你这个指托再去调整，它就不好调了，好吧？好，然后把前端确定一下我们想要的一个做个梯形吧，做个梯形点。OK， 卡的时候不是整个甲壳都包住，卡到 AB 点，只要 AB 点能固定住就行。你看看。只要 AB 点能固定住就好。你像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两边从这个位置下面我是能直接铺出粉来的。如果你非得卡到上面去，那你就剪指托。但如果说你能发现，哎，它这两边不影响你去做延长，不会留了一块空，中间不会涂到肉上去，那就没问题。你看这边它还是一个属于扇形架，所以两边刚刚我磨了一下，看到没？这边也行，这边也行，我就连剪也没有剪，直接确保都给它顶住了啊，顶住了，这就可以。中心线是正的啊，中心线是正的，然后前端捏出一个小对称的小水滴，没有是歪的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来取粉，准备取粉了啊。在取粉之前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涂干燥剂和粘合剂。但是方便我去给它拆卸，我先涂一个练习剂啊，先涂个练习剂，你们先卡着指托。我卡指托大家应该会做比较长时间，建议大家如果真要做这种的话，先去学一下之前，哎呵，这味儿，先去学一下那个之前那个卡指托专属的教程。其实这个跟光疗胶会做了，再做这个的话，你就知道层次是什么意思，你就知道层次啥意思。但如果说你这个光疗延长不会做，你去直接做水晶的话，难度有点大，你得要学的基础类东西比较多，好吧？然后这一步啊，我涂的练习剂，你们就专门去涂。产品品牌不做推荐，我只是顺手就买了这个。你淘宝一搜的就是它比较多嘛。然后一个是先涂干燥剂，再涂粘合剂，跟美甲那个做光疗甲的顺序是一样的，先干燥再粘合，好不好？我稍微晾干一下，准备上粉啊，然后你们想做的比较快的就用快干的，但如果说大家对于新手来说的话，你们就用中干的，不要用慢干，慢干太慢了。你像昨天我们做那个好长时间它都不干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可以用中干或者是快干，但是建议上来先去用这个中干型的，好不好？我呢先用中干型啊，以防万一到时候你们这个带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啊，啥的，我多给大家做解答。正常来说 ，AB 点是必须要包裹住的啊。来，第一层铺粉铺到哪里？我现在放大来给大家看啊。这旁边蘸粉和蘸液我就不用给大家看了吧，就是取粉取液，然后没事擦笔在下面都能扫一眼，都可以扫一眼。用的是一个自然色啊，来。首先，我们要做就跟光疗延长一样，先去确定啥？确定第一层你要做这个延长的长度和形状，而且要跟本甲去做连接，你不能说做到下面空着一块，一定要跟本甲连接上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粉球，我们的甲脂球就要铺到这个地方，而且往下拖出你想要这个甲型的长度，好吧？确定好甲型的长度，来取粉。第一个粉球呢，取的稍微就是像我们接下来要取三个粉球，第一个粉球是3个粉球里面最干的一个啊，所以说来
求个稍微大一点的粉球，掉下来这个粉不行，上个粉啊，等会儿我刚刚抠了一段，我不知道你们刚开播看到没？抠了一段时间，然后这个粉好 ，nice， 自然死，还得是这个搞大花儿。来取好粉球，如果取完粉球之后，如果觉得说是，哎，我这个粉球怎么有点小，没事可以补，可以补。然后取好粉球不要马上去放，稍微让它晾干一下，它会干的会比较那个啥，就不会特别烫了啊。比如说我现在慢慢往下压，放上去，是不是有点淌？那我也觉得粉球不够，那可以再补。但是具体的就看我们想做的长短了，好吧？夹纸球来铺上去，然后笔上呢，这个时候水量不要过多，有点就行。慢慢的来，两边开始往本甲上去推。边去点拍，往本甲上去推。下面呢，慢慢的去给它拉出来。你看拉出来之后，是不是这个中间变得薄？两边开始往两边去淌，重力影响没办法，所以需要用咱们笔的侧面部分。还记得去怎么做这个咱们的正方形吗？咱们在纸上第一天去练习的那个，是不是边缘往里去收，往里面去收？但收完之后，这两边会胖啊，会高起来一块，所以我需要用咱们的笔去把它前端给。把它的边边给压扁一点，边压边塑形，然后旁边的形状其实就跟我们基础的形状是一致的。AB 点可以先不用做连接，我们先去把前端的长度以及形状确定好。如果拿捏不好的，你宁愿做的稍微两侧长一点，也不要做的太短，好吧？同时来把前端的形状给做出来。这是偏方形的，那我要梯形怎么办？梯形的话，那我们再往前去收一下。给它收成一个稍微往里收一点点的感觉啊！大家刚开始做，咱们先以方形吧，好不好？先做方形，慢慢的再去做其他形状都可以。比如说要做个这么个长度的啊，要做这样长度的，好，然后给整个面上给它铺匀。后缘感觉有的时候，你如果说，哎，我做的慢，后缘有点压不下去了怎么办？你就用笔用点力气往下压，因为粉现在它还没有完全干，它是可以去塑的，只不过没有那么稀了，就没有那么好做了，好不好？随时记得去洗笔啊，洗笔吸一下液，然后把这个面上咱从头到尾给它刷下来给它做光滑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形状是不是就有了？当然啊，这个跟我昨天咱们做的一样，你可以铺一层粉，你也可以铺两层粉，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操作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决定你是铺一层还是两层。来，第一层确定好了之后，一般来说粉做完都会偏厚，我们需要再打磨的啊。第一层要的就是什么？我们整个这个水晶的一个长度，水晶的长度和它基础形状的确定，两侧一定记住，从甲沟延伸出来一条直线，比这条直线要稍微宽一点，或者说卡着你的这条直线去铺粉，卡着这条直线去铺粉就可以。你看这边缘是不是干干净净？你都不用后期再去反复打磨啊！这是第一个夹纸球，第二个夹纸球，来同学们，这手这么多液，吸一下啊，擦一下。好，第二个球铺到哪里呢？我们做一下这个位置的衔接，把后缘先留着，就大概到甲面2/3处，跟这个夹纸球做一个连接就好。但是中间这个粉球相对来说，它的水量、水分跟液的比例要中等。比如说这个液要少，第一个粉球液要少，第二个粉球液中等，第三个粉球液要多啊，是这么一步一步这个慢慢过来的。来，液中等去取粉球。好，取个粉球，稍微等待一会儿，但是具体等多久你自己需要慢慢判断。然后来放下去，点放下去，是不是夹纸球放下去？然后用我们的笔来把后面先去给它斜向铺，还记得吗？昨天咱们做过的。然后两侧呢，两侧跟我们的甲沟一定注意，哎 ，AB 点需要完全覆盖住了，这个时候的 AB 点必须完全覆盖住啊。我感觉笔发黏了，稍微等待一会儿，液可能有点多，然后重新去洗一下笔，再去蘸点水晶液，来往下去走。如果有多的怎么办？我刷着有多出来的怎么办？擦掉、刮掉，不要了呗，对吧？反正这些东西多多少少的控制量嘛。两边怎么办？来跟 AB 点做连接 ，AB 点这个时候就必须覆盖上了，覆盖好，给它顺下来。但是切记 AB 点应该厚，但是不能太厚，不能一味的过厚，好不好？来两边下来，两面给它刷下去，刷匀。
看看来，现在看整个甲面的这个弧度是不是过渡下来是流畅的？你们不要做的有高有低啊，不要做的有高有低的。那甲沟里面进粉了怎么办？用干净的笔来竖起来，把它刷成这种扁扁的，然后顺到甲沟里面去，趁它这个没有干的时候擦掉就可以，是一个样的，好不好？你铺粉铺的越顺畅，后期打磨就会越轻松，好吧？后期打磨就会越轻松。能不能跟上，同学们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着做啊？因为它回放同学可以可以暂停的，可以暂停的。好，来第三笔取粉球取的要稍微小一点，不要再取多了，取多了你又刷甲面，那么中间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厚，好吧？所以说一定注意。第三个，咱这个量少一点，但是取的粉球那也小一点，就别取那么大的了，就单独的把后面这个地方坑坑洼的地方给补上就好。能不能发现这坨粉是偏稀的，没有像前两层一样那么的重，然后慢慢的给它过渡过去。然后比上叶多的时候吸一下啊，来同样的过渡一下，往下勾，不要平着去做，往下勾着去做，慢慢的收下来。你看，你们刚开始做，你像我做的宽一点、厚一点没事儿，你们就先这么做就行。你们靠打磨，你先把这个铺粉练好。那你像到我手上去，我可能会一下子直接把粉量铺的少一点，对不对？咱宁愿多了去打磨，也不要少了去那个后期一层两层，你再单独去补嘛，是不是？单独补嘛，那多麻烦。稍微晾干一下之后，你看过去，因为咱还没有塑形啊，需要去塑形再打磨的，所以说现在有点宽是正常的。但是从侧面去看来，同学们。各个角度去检查一下，尽量铺粉铺圆滑。来，同学们看看这个位置顺没顺上？好，咱给它刷下去。你看，对不对？这么一刷就刷下去了，整个面上，对不对？就可以了啊，这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好，我们晾干塑形呀，晾干塑形。那我这个铺粉量就特大啊，特别大。你们先照着这个来，完了后期再慢慢去缩小。我待会儿再做一个的时候，粉就少一点，你们来看，它是有不同的一个表现的，不同的表现的。好了，我们稍微晾干一下。泡好粉之后就等着，但是笔这个时候你要放旁边，一定记得笔上不能有粉，好吧？笔上不要有粉，各个角度去检查一下，哪里有缺粉的，哪里有少粉的。昨天有个同学说，老师，我这都没有学，没有做这个水晶延长的，那我还学它干啥？对吧？那你说我们上小学、上初中学的很多东西，毕业了上工作根本用不到呀，我们还学它干啥？那时候给咱们奠定基础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大家可以不做，你可以不做这种顾客不接，但你也不用去宣传，但是你得会。一旦遇到哪个顾客，人家就想做的时候找你做，你能做得出来，这是美甲师的基本功啊，都得会，哪有不会的，是不是？来，稍微晾干一下，发闷啊，现在还不干，稍微等等。咱这儿先写一下吧，我先放到旁边写一下。我试试啊，我怕它干了，这个塑形干了，真的就不可逆了。来看啊，同学们，现在塑形怎么塑？如果需要去塑形啊，如果需要塑形的时候，我们接下来需要把这个找一个适合你这个指甲宽度，看这个塑形棒的宽度跟它的本甲宽度是差不多的，而且比它的本甲稍微要瘦那么一点点，稍微要瘦一点。稍微要窄一点点，你不能说比本甲还要宽，那你塑形前端的圆就进不去，它要卡着这个圆的底部去操作的啊。你也想学一下，你也想学一下。得使点劲儿啊，得使点劲往里去走，就是，你看看，你是我自己。
你要疼跟我说，疼吗？顶着你疼是吧？我自己讲的。大家等的时间久了，来，你放松放松，别往上。看是能不能收进去啊？时间长了，时间长你收不好收。还得重新弄一个，时间太久了，宝子们，你看看这个说话间，说话之间它进不去了，这咋办？等等，不疼。时间太久了，宝子们，它不歪就行，就这吧，去磨一下吧，只能通过磨一下，来磨一下调整一下。磨完之后给大家写一下步骤，做一个啊，再做一个，写点打磨头。我上来就要教完就翻车，这还行。你们做的时候尽量是没事去试一下，没事试一下，别像我一样就不敢，就是越讲越慢，完了还得给你们还得等着看，再等等要不。来到这儿啊，差不多可以。然后打磨的时候开好吸尘器啊，开好吸尘器。因为我铺的粉，你刚刚我说了，咱宁愿铺厚别铺薄，因为在磨的过程中会把它变薄一点点啊，会变薄。整体来说还可以，问题不大。放心点。那你磨会变薄吗？绝对不会。我这粉3层粉得拉厚，它这个真的比你们这甲片都结实。你想等它干了之后，想捏都捏不动。然后直接磨的过程中，给它把这高点磨出来，厚薄度磨出来。你想要多厚的啊，多宽的，想要什么样的，直接做出来就好了。下一个我就快做，我不等了啊。然后我就那个做薄一点，做长一点。那在我手上做一个，你们就知道在自己手上怎么做了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用搓条打磨，我是习惯性用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它比较快。但你们拿捏不好的时候，不会用它去调整形状的时候，就去用搓条打磨，好吧？就用搓条去打磨，就应该塑一下，显不挺好看的。没塑进去，可惜了。来，好安静，大家好安静。我不敢磨太大，后面因为后面有那个练习剂，我怕磨过了它就掉下来，磨过就掉了。这修甲型跟其他的没什么两样啊，修甲型的时候没什么两样，好吧，修完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稍微修一下，但是我觉得它弧度应该再大一点会更好看，但是因为它已经干了，没办法再塑形了，咱只能这个样了啊。这挺好看的，好看你就留着啊，这么宽，往你家显宽，就是。这个动物亮液是一样的，真一样的，唯一就是把那个胶换成粉。也就是说，光疗为什么前期让大家都做光疗？光疗能做好的时候，这个做起来真的挺简单。我只要就去把前2天我教你们的那个铺粉方式学会，然后往上就点粉呗，就做夹直球呗。夹直球就是那个粉球啊，夹直球就是粉球，因为我们聚合成了一个这个夹直嘛，聚合成了夹直。你看这个方形甲也就有了，是不是做的短？如果长一点就好看了，就短的它又宽的啊，就显得贼拉丑，就贼拉丑。应该是稍瘦一点点，这个感觉会更好一点。但是应该塑形，宝子们应该是塑形，不塑不行，必须得塑，不塑应该显得多胖，我心里就难受这个指甲。
是，就你自己在直播间，现在都忙着呢。这上课，人家直播上课没有人的时候多没意思。你们没有人来看我这个，哎呀，你这饭吃你做坏了，我怎么样，对吧？你们没有人批评我两句。你看两边肉收进去的话，这就漂亮，就差一点点啊！我下次就不整酒了，我快做了，好吧？因为这个一抠就抠掉了。我先把这个操作顺序给大家标记出来，我们慢慢做，慢慢做。这跟光疗延长一样，哪有就是一次性，你们也可能就是做不好什么的，很正常，不用担心啊。然后做的时候尽量随时去敲，随时调。你别说食指做完了，你就做小拇指，就做到小拇指，等回来再去塑形的时候就已经晚了，好吧？所以说别等啊，别像我一样老等的久，时间久了就不好了。另外铺粉的时候，尽量的就是不要一次性铺的特别厚，但是你别太薄，不要太薄，因为虽然说我们会那个少粉可以加，但是多了粉我们都同样可以去磨的啊。好，我先把这个镜面出来。透明为什么就掉了？因为不加练习剂，一抠就掉了。水晶专用的那个练习剂，它要比咱普通美甲用的那种要浓一点。你看，能发现吗？这两边厚，这两边宽。它不是说磨完之后不行，它是形状宽，应该是往里塑一下的啊。但是如果本甲我没办法，只能磨成这个样子，稍微擦一下。擦完做笔记，开吸尘器去操作。我这还说着话，这尘土飞扬的，你们就最好不要做，尤其做水晶磨的时候，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好吧？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因为它这个不是胶，它这些东西它跟那个啥还不一样，好吧？这个也凑合吧，它的厚度有，但是我不喜欢做那很厚的，因人而异啊。你要喜欢厚的，你就刚刚就那个厚度去塑形塑出来可以。我先收一下啊，有点脏乱差，环境不大好，目前。来，卡纸托第4步做夹纸球，夹纸球一共分成几步啊？铺粉。第一步主要的是什么？做指甲的长度，确定指甲的长度和形状。确定指甲的长度，用我们纸托上面的那些纹路、横纹、竖纹那些去确定长度。形状呢是代表的两侧一定做干净。形状呢从甲沟延伸下去为一条直线，必须为一条直线以上，不能说在甲沟线以内啊。甲沟延伸一线，甲沟延伸为一条直线啊。第一个粉球，那这个粉球取的量不能说水，液少粉多，然后大粉球，大夹纸球吧，写个那个啥一点点，夹纸球，大夹纸球，大夹纸啊。来第二步是做什么？做衔接的，是什么写法？做衔接，然后与这一步啊，一定跟本甲要有连接，跟做光疗延长一样啊，第二步去做衔接，衔接呢是衔接衣和甲面，另外做厚度，做出确定这个整个甲面的厚度差不多大概在多少，就由这一层来决定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步还要一定保证 AB 点是包裹住的，AB 点一定要包裹住。注意点就这些，你们要都弄起来啊。这一步呢，液和粉中等粉球，就是夹纸球啊。第3步就是过渡后缘，取一个什么？这个液多粉少的球，还记得吧？液多粉少的球，去把后缘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衔接。后弧度要保证整个甲面的弧度，确定甲面弧度吧。确定
假面糊涂，哪个字不认识就问啊，哪个字不认识就问。后援一共是3步，我把这个粉球放到这个地方，大家来看啊，取好的粉球放到这里。你翻一下。帮我撕张厨房用纸，我拿旧的擦一下。刚把那扔了，谢谢。来，第一个大粉球第一个大粉球，谢谢感谢老板。来，第二个取的叶要中等，然后这个粉也要中等，然后取一个偏小一点的粉球，就不要那么大了啊。晾干一下下。取个中等一点的小粉中等粉球。来，第3步取个再小一点的，要稀一点的，怎么表现它的稀呢？你看摊开的，哎呀，摊开的，就这种感觉，一步一步这么过来的啊。第一个粉球一定是粉质最多的，第二个那个啥一点。哎，我怎么突然没这个粉球出不来了？可以，我以为我废掉了。来，3部分啊，3部分。我在我手上去做一个给大家，在这里画了一下，我再涮一下笔，稍等。涮一下笔，先放旁边。来，这里第一个粉球干啥呢？然后后面咱写完它。第4步、第5步一定记住去塑形。一定记得塑形，这是一个必备的。你看，像我刚刚一旦不塑形，丑死了啊！最后一步打磨，打磨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常进入一个美甲步骤，就相当于你自己的指甲做好了，然后再去该涂色，该干啥干啥，好吧？你像很多国外他们在做的时候底胶不涂，水晶粉完了直接上颜色，但是像咱这边，我建议大家是先涂底胶，再去做打磨。过道找好，但是塑形步骤必须要做。来，第一个粉球，我们卡好这个纸托，假如说我随便找一个什么这种的纸托，来，你们也可以跟着画一下啊。第一个卡好之后，去一定做这个位置的衔接，它不一定说 A、B 点必须带上去，但是一定记住是把它的长度给确定好。这是第一层啊。第2层呢，我们大概到3/2或者1/2的位置去给它做一个衔接。过渡出来，第2层，第3层呢，就是把这儿做起来，好吧，1层、2层、3层，然后在我手上做一个啊，我的手废的不得了了，咱就做一个，好不好？我就先不去做前置了，我直接这么去做，然后拿毛巾磨一下甲面。太薄了，我的指甲，说实话。我怕你们自己在自己手上不会做，给你们演示一遍。我就不去涂点笔记了啊，我直接就留着了这个指甲。卡纸托，你们纸托卡不好的可以，我会教大家用那个浅贴甲片延长嘛，对吧？用那个浅贴可以用它去操作一下。这样就很危险。用这个，就是刚刚那个谁抠下来的一个，我在手上抠下来的。
样看是歪的啊，这样看是正的，这样看是正的，要这样去找中心线，这样去找，别找歪了。侧面贴合，完全贴合。好，来干燥剂，干燥剂，粘合剂。这些东西都是有味道的，因为它这种挥发类的东西都还行。就昨天我在工作室去玩这个东西，哇，整个咱们公司人全都受不了，就直接受不了。但是我在教室里去做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自己闻不出这个什么的味道，我反而觉得有些它还挺好闻。来，粘合剂啊，上一下，把部分就拿这个来做。我们用快干叶了啊。来，第一步取个大粉球，别掉下来这个指头，厚上的它就是不粘。粉球大的。来，边去往里收，边往上去推，然后笔发粘的时候再去蘸点水晶液啊。边去往里收，边往上去推，用点拍的方式，能看见吗？你看这个笔发粘了，得擦一下笔，再去洗一下。你们猜这个叶算稀还是算干？你说如果说是做的这么稀，你们得用多长时间去调整，多麻烦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还是再做的稍微稀一点，或者是稍微稠一点啊，等一会儿再上手去塑形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其实这个东西吧，你不用说，哎，我卡标准，这个做不好，或者没有怎么样，我就有问题。其实它就跟光疗一样，你用你自己的手法，只要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就行。所以说大家不需要做过多担心。你们先能，哎，我最终效果能做出来，下一步再去增加我这个手法上的一些这个小点，我这次做的就薄一点了啊。来，长度确定好，时间的长度，两边 AB 点确定，线条干净，然后 AB 点以下甲沟延伸出去一条直线。好，把这确定好了，前端形状确定好了。第二个粉球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两个粉球也就做完了，就不用第三个了。你看，比如像我这个，我俩粉球，就小指甲，你包括晚指甲去做，你看两个粉球我就能完成。所以说这个到时候看情况，你不一定非得说我就只能这个必须得1笔、2笔、3笔呀，怎么样，看情况啊，看情况。光疗延长也是不是？但是要确保的是 AB 点必须要牢固 ，AB 点必须得牢固。你宁愿做3层，你多做1层，也不要就是偷工减料把 AB 点那给留出来，看到没有？就是现在后面不要有阶梯，尽量的啊，咱不用做的非常厚。这个唯一跟那个光疗不同的是，它不能倒置，它必须通过你的手法去塑形，它不能倒置。来，再做一下小高点，太快了啊，太快了，有点多，刮掉一部分，留一部分，刮掉一部分。这笔上页多一点，就让它稀一些，把高点塑出来。两侧要薄，中间要厚。
塑形了啊！现在我估计它干了，我用的是快干的，所以说它应该是干了，该塑形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同学们。OK， 晾干一下。2层补粉，正好跟大家一块也是倒2层、3层，你们自己去选择。这次这个粉就不会特别厚，因为根据指甲的长短去确定一下就好了啊。当然啊，同学们，你们可以直接都在纸托上做，你们也可以做像光疗延长一样，先把那个纸托取下来，就第1层，哎，我等它干一干，稍微塑一下形之后，我把它取下来，我再去做第2层，那些也可以，好吧，也是可以的。一会儿塑形得换一个小的塑形吧。是不是看不着了？稍微晾干一下去，然后捏完了，晾干一下，咱们就塑形。还有在直播间呢，看看来，还是在直播间。还有啊。还有同学在坚持看到最后，哎，有个半脆的声音的时候就可以了，来给它捏一下，不要提前捏，给它捏早了就坏了。底下卡着个这个塑形棒啊，卡着塑形棒去操作，就不容易这个形状跑偏，怕大家在塑形的时候塑弯了或者塑成什么样子，它不一定，所以说卡着个塑形棒去做会更好一点，好吧？中等中间那个号一点点，这个就有点宽，那个有点窄。皮件儿，掰好，这些收好，来打磨。不再用磨太多，简单一磨，简单确定一下形状就结束了。这个就铺粉把形状确定好的时候，然后假面做的稍微光滑的时候，后期处理就不用太麻烦。然后你喜欢这种梯的就往里收一收，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喜欢方形的就做方啊，假面呢不喜欢太厚的就磨薄，做铺粉就铺薄，喜欢厚的你就留的多一点，铺粉铺的稍微厚一点。但是它有一定的厚度标准，你不能过分的太薄，过分的薄它的那个硬度达不到的啊，硬度达不到。为啥不用打磨机？因为我觉得做条磨几下就结束了，就用不到打磨机。它不像刚刚那个粉量厚，
是不是亮后可行？A B 点小心一些啊。反正的去检查了去看，反正检查的看。用这个做不如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浅贴之后去做要快，不如那种要快，但是它这种做完要比那种要结实，硬度要高。那你要问，然后我这一层铺完之后，我觉得有点薄或者怎么样，我能再厚一点吗？可以，你可以打磨之后再去铺一次粉，可以再铺一次粉。你也可以先上一层那个干燥剂之后再去铺粉，你也可以直接去铺粉的啊，可以直接去铺粉的。哎，这基本上就 OK 了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咱简单再去细细调整一下形状，细细调整一下形状，用这个大。有什么疑问吗？在直播间的同学，如果没有在的，你们后期单独去找老师提问题，好不好？单独找老师提问题，然后我把这个拍个照片，拍一个照片发到群里面去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。一定保证 A B 点的这个厚度，这个位置一定是牢固的，你去捏它是捏不动的，它捏不动的。它不能说为了它这个厚度来从这边去看一看，其实就有点类似光疗，看到没？它好像是厚，但是又没有显得那么厚，就只是看起来有点厚而已啊。这同学们，到现在我看着也就看不下去，是吧大家？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再单独去找我们找任何一位老师去咨询问一下，好吧？我把这个形状再去精修一下，修完之后，没问题了，我就给大家把这个图片发到群里面，大家去看一眼。这个在磨完之后，你们能不能发现出来？哎，这是一个光疗还是一个水晶延长？能不能看出来？然后今天作业啊，就是需要大家把这个上手去做一个，你哪怕涂一个护甲练习剂啊，你在上面去做，做完之后也得把它搞出来，也得把它弄出来，好不好？另外这个笔记你们记好，把这个笔记截图也发一下，好吧？笔记截图也发一下，一张完整的图片，因为有粉要打磨，所以甲面会不干净，没有铺那些东西。你们日常做的话，注意铺好那个粉，铺好一次性桌垫，好不好？